柳正豪把一份已打好我名字的肇事自白推到面前，要我現在簽字，替柳葳承認昨夜開車撞人。林雅蘭按住我的手，說只要坐3年牢，柳家就會公開承認我是親生女兒，替我安排好往後生活。我抽回手，當着3人的面把自白撕成2半，紙屑落在書桌上，柳正豪的臉色瞬間沉了下來。一道冷光在眼前展開，反函系統只列出清白與自由，並標明他不會替我生成任何證據。我看見系統給了3個查證方向：車在雲端、酒店代客泊車記錄，以及事故前停靠過的快速充電站。柳葳人在鏡前挑選代言禮服，輕聲說我沒有證據，警察到了也只會相信全家一致的口供。柳正豪警告我，只要走出這間書房，就永遠別想再進柳家門。我把手機錄音鍵按得更穩。林雅蘭紅着眼又把筆塞過來，嘴裡說着一家人，我卻只看見她要我替另一個女兒坐牢。門外傳來警察敲門聲，我把2半自白收進透明文件袋，沒有讓任何人再碰我的名字。柳正豪剛要帶我開口，我先走到門邊，請警察把我們分開詢問，並保存桌上的文件與錄音。我清楚說明有人逼我替真正肇事者頂罪。柳葳手裡的白色禮服停在半空，笑容第一次僵住。警方封存自白並帶我們分開調查，我失去了柳家承諾的門，卻保住自由和3條能查下去的路。警局裡，柳家律師仍堅稱黑盒損壞，我要求直接調取車隊雲端，因為本地毀損不代表遠端記錄消失。雲端位置顯示肇事車離開柳宅時我仍在酒店值班，駕駛座壓力數據也與柳葳的體重區間吻合。高博森送來一張代客泊車影本，卻缺少原始識別碼和流水賬，我當場指出他無法證明誰取車。我要求警方查看蘭亭伺服器暫存區，那裡保留被複寫前的操作片段，不能只看高柏森交出的紙。我看見技術人員還原畫面後，柳葳刷臉取車的時間清楚出現，連他手腕上的鑽石手鏈都印在畫面裡。我拿到的第3份資料來自快速充電站，白色外套的柳葳持着充電槍，車牌與事故車完全一致。我把雲端位置、取車記錄和充電影像排成時間線，3份客觀資料都把我排除在駕駛座外。警方撤銷對我的初步限制，要求柳葳正式接受詢問，他臉上的委屈立刻變成對柳正豪的求助。柳正豪沒有再提認親，只問我究竟想要什麼。我回答我要每個人對自己的選擇負責。我正等着筆錄完成時，唯一目擊者突然改口，聲稱夜色太暗，先前看見柳葳只是自己記錯。我暫時洗去肇事嫌疑，卻也看清父親已開始清理人證，而系統的新方向指向一筆消失的教育基金。系統只顯示一個日期，我18歲生日後第3天，我把它交給唐若琳，請她依法申請銀行資料保全。唐若琳先核對親子鑑定、奶奶死亡證明與信託條款，確認我具備查閱這筆教育基金的利害關係。我調出的銀行舊流水顯示，300萬元在那天轉出，收款方不是學校，而是柳葳名下的新威工作室。柳正豪曾提交一份受益人確認書，簽名看似是我，證件號碼和當年的實際年齡卻完全對不上。我請法院凍結工作室等值資產與相關收益，先保住現存財產，再慢慢追查誰製作了假文件。柳葳正在直播介紹珠寶，付款系統突然終止，他愣了幾秒，隨即對畫面落淚，說我故意毀他事業。林雅蘭打來電話，要求我撤回保全，說那筆錢早已用在培養柳葳，現在追回只會傷害全家。我把銀行流水傳給他，回答那是奶奶留給我的教育資金，不是誰先花掉就能變成誰的。柳正豪約我談和解，只願給50萬元，條件是撤保全，承認信託爭議源於誤會。我把協議推回去，要求完整返還本金、收益與文件責任，法院隨後維持300萬元等值保全。
教育基金第一次有了清楚去向，我也正式取得查閱資格。下一條被藏起的權益落在奶奶的金色手鏈上。遺產清冊裡，一隻金色手鏈被標成尚未完成分配，我立刻調出定制單，確認它不是柳葳的私人贈禮。新聞直播顯示柳葳正帶着那隻手鏈出席活動，我與唐若琳帶着證據保全通知趕到現場。我看見柳葳對畫面說手鏈是奶奶親手給她的，卻拿不出贈與文件，只反覆強調自己陪伴老人多年。執行人員要求暫時交付保管，他把手縮到身後，轉身進洗手間，我立即請人全程錄影跟進。隔間裡傳出金屬撞擊聲，我推門時看見他正用化妝盒砸手鏈扣件，試圖毀掉活動暗格。我抓住他的手腕，沒有與他拉扯手勢，而是讓執行人員接管，將每一道刮痕都記入現場記錄。我看見信託專員在畫面前拆開扣件，從夾層取出一枚細小金屬片，上面刻着12位驗證編號。我看着編號連入信託資料後，受益條款清楚寫着尋回並確認身份之親生孫女。我看見柳葳說這只是奶奶留下的舊玩笑，專員卻核對定制日期、律師見證與不可修改的存檔版本。我看見資產清單逐項展開，除教育基金外，還包含蘭亭酒店集團21%的信託股份。柳正豪趕到現場，要求停止公開核驗，我則請專員立即啟動股份保全，禁止任何人先行處分。熒幕上的受益人仍待最終身份審核，柳家卻再也不能假裝奶奶沒有替我留下位置。我握着已封存的手鏈證物，看見父親第一次真正忌憚我的名字，因為他已能影響蘭亭的控制權。柳正豪把和解書送到我面前，願意返還基金、房產和固定分紅，代價是我永久放棄股份表決權。我逐頁看完，在放棄權利那一欄畫下刪除線，告訴他本來屬於我的東西不能拿來收買沉默。我知道信託核驗尚未完成，父親便急着推動旗艦酒店與物流資產轉入自己控制的私人公司。我看見唐若琳完成親屬、遺囑與手鏈資料交叉驗證，法院先發臨時保全函，限制重大資產處分。董事會門口沒有我的名牌，我拿起空白牌寫上柳青言，坐到柳正豪正對面的旁聽席。我把21%股份的保全文件投上熒幕，指出關聯交易未達有效票數，表決不得繼續。我看見幾名董事重新查看條款，原本準備通過的資產轉移案當場停擺，柳正豪的手指緊扣桌沿。我看着父親不再談信託，轉而讓高博森送上一份1200萬元消防改善款的付款授權。文件上的電子簽名顯示由我核准，驗收日期、賬號與稽核職務都被排得像一條完整罪證。高博森宣布停用我的員工權限，聲稱內部調查期間我不得接觸任何酒店設備或資料。我阻止了父親搬走核心資產，卻在同一張桌上成了侵占消防款的嫌疑人，下一步只能從設備本身查起。高博森收走我的工作證和電腦，我要求他簽署封存清單，他只列出2項設備，故意忽略紙本與備份。我在拒簽欄注明資料不完整，隨後聯絡安全工程師陳志遠，請他陪我核對旗艦酒店地下設備。我清楚，電子簽名可以被冒用，消防門、燃料和排水泵卻不會憑空更新，現場狀態就是最直接的賬。我看見陳志遠打開老式離線維護終端，系統顯示手動門鎖更換次數為0，與付款文件完全矛盾。我查看備用發電機，燃料補充記錄也是0，油箱刻度幾乎見底，賬面卻寫着已完成整批採購。我發現排水泵保養與測試同樣沒有任何次數，地下牆角還留着多年未清的鏽蝕與積水痕跡。我逐張拍下終端畫面與設備編號，避免只保存一份容易被指為截圖造假。我比對後發現，6家收款承包商看似不同，登記電話與聯絡地址卻反覆重疊，明顯不是正常競標結果。
我看見陳志遠低聲說，他提交的紅色風險報告早已被高層退回，系統裡現在連檔名都找不到。高博森帶保全衝進設備間，命人拔掉終端電源，指責我們破壞內部調查程序。我把手機貼近胸前保住影像，親眼看着終端熄滅，至少已確認那1200萬元沒有落到安全設備上。保全將我和陳志遠趕出酒店，從此所有門禁失效，但真正危險的地下客房仍照常對外營業。我看見柳正豪召開記者會，公開表示不會包庇親生女兒，讓1200萬元侵占嫌疑迅速蓋過先前的肇事案。林雅蘭接受訪問時說，我回家後情緒一直不穩，話裡沒有直接指控，卻足以讓人懷疑我的判斷。我看見柳葳在直播裡哭着說自己願意退讓，將整件事包裝成真假千金，為財產互相傷害。銀行限制我的賬戶轉賬，教育基金保全程序暫停，信託銀行也終止受益資格的最後核驗。唐若琳因既有遺產管理關係被提出利益衝突，只能暫停出庭代理，轉為替我保管已取得的資料。陳志遠收到解僱通知，幾家同業也在同一天取消面談，顯然有人不只想封住我一個人。我把桌上的凍結通知排成一列，現金、職位、法律代理和股份程序幾乎在同一天全部停住。系統沒有替我解除任何限制，只再次提醒，已刪除的資料仍必須靠現實中的備份與人證找回。我看見窗外的颱風路徑圖突然轉向，氣象預報顯示強颱將正面登陸，時間比原先估計更早。我查到蘭亭旗艦酒店仍在宣傳颱風晚宴，地下平價客房更因避難需求全部售滿，沒有一間被關閉。我失去大部分資源，卻不能忘記那些未維修的門鎖和排水泵，因為風暴正在把紙上的風險變成倒數。系統指出3號列印終端曾輸出我的風險報告，我和陳志遠尋資產報廢單找到外包維修倉庫。我看見承包商起初不願開口，看到設備編號後才承認，高博森辦公室長期要求他們把月報統一寫成正常。我聽見承包商承認，他們從未承做付款文件上的消防改裝，只負責基本檢查，任何異常都被要求留到下個月再報。我看見陳志遠接上臨時電源，報廢終端閃了幾次，竟從暫存晶片裡讀回一串列印歷史。我看見9頁紅色風險報告逐章出現，內容正是門鎖、燃料和排水泵3項重大缺口。報告的完成時間是6月12日下午4點17分，代表我當天仍在整理現場數據。我確認假驗收文件的電子簽名出現在同日上午9點，早了整整7個多小時，時間順序根本不可能。我沒有把殘缺報告說成完整原件，而是把每一頁編號、缺頁位置和列印記錄全部拍下。我看見唐若琳遠端協助調取6家承包商的付款流向，資金最後集中進高百森七弟名下的顧問公司。舊機沒有還原最後3頁和簽名頁，卻證明我的風險報告早已存在，也證明驗收先於報告完成。我重新握住一條能證明履職的線，只差找出誰複製了我的電子憑證，才能把冒名責任鎖死。我先整理集團電子簽名流程，確認每次付款核准都必須插入實體安全金鑰，單靠賬號密碼無法完成。調查部封存着我的原始金鑰，從事故前到現在都未離開證物櫃，因此假簽名必然使用另一枚硬體。我看見陳志遠查到營運長辦公室正在集中報廢6月前的舊憑證與紙本，運輸車當晚就要送往焚化區。我們沒有闖進封閉場所，而是在合法貨運通道核對交接清單，逐項拍下設備名稱與序號。清單中出現2枚屬我姓名的過期稽核金鑰，申請單位正是高博森辦公室，編號從未出現在我的記錄。我把2枚序號與封存原金鑰並排，比對結果證明同一身份曾被制作出3個硬體載體。高博森的人察覺我們拍攝，衝出貨梯要求交出手機，
陳致遠立刻把清單副本傳給唐若琳。我沿貨運坡道退到公開道路，緊握手機，不讓他們以內部規定刪掉已合法取得的運輸記錄。殘缺報告證明我先警告，空殼公司證明款項去向，2枚金鑰則證明有人具備冒名簽署能力。我把3條資料送交正式調查單位，要求保全集團憑證申請復建與災害備援系統。柳正豪仍可聲稱這是高柏森私自操作，但證據鏈已不再只靠我的說法，真正授權只差最後一層。颱風登陸時間再次提前，酒店仍未停業，我只能同時準備外部通報與現場救援工具。在風雨壓低天空前，我把2枚金鑰編號鎖進3份備份，直到高柏森已來不及讓它們消失。柳正豪在董事會宣稱我侵占消防款，公關部同步發布聲明，柳威則重新穿上代言禮服準備颱風晚宴。我從陳致遠傳來的現場照片看見，西側服務通道被新鎖鏈封死，那原本是地下唯一高位逃生口。我們把手繪逃生圖、風險報告和設備照片分成3份，1份交唐若琳，1份存保險箱，1份隨身攜帶。我向消防單位正式通報地下磁吸門、排水泵、備用燃料和服務通道風險，取得受理編號。外部查核尚未抵達，高柏森便以內部安全為由禁止我們接近酒店。門口保全收到我的照片。我看着颱風比預報更快登陸，雨幕吞掉街道，旗艦酒店頂樓仍亮着晚宴與品牌活動的燈。我背上救援工具包，與陳致遠從卸貨區靠近，手機上的地下設備訊號開始一項項失去回應。我眼前的整棟酒店突然熄燈，幾秒後只有頂層備用照明亮起，地下入口卻完全陷入黑暗。我發現排水泵狀態跳成失敗，水位感測器持續上升，表示低處已經開始進水。接着，我看見48扇客房磁吸門同時顯示無回應，裡面的避難住客沒有正常逃生出口。程序已來不及阻止事故，我握住消防服與手電筒，決定親自進入那座不准我靠近的酒店。正門被保全封鎖，我與陳致遠改走卸貨區，他拆接維修控制線，讓門禁暫時誤判為火警。卸貨門彈開後，我們沒有進主大廳，而是沿熟悉的後勤走廊直奔西側服務通道。我聽見對講頻道裡傳出高柏森的命令，他要求先疏散頂樓貴賓，地下住客全部原地等待。我把這段公開頻道錄音保存下來，隨即看見服務防火門被一條新鐵鏈鎖死。陳致遠固定門框，我舉起消防斧連砸3次，鎖鏈裂開時，帶着污水味的冷風從縫裡衝出。我聽見樓梯下方已有住客拍門呼救，磁吸門斷電後沒有釋放，必須靠工具逐間破開。我先標記老人、兒童與低窪房間，避免在黑暗裡隨意選門浪費僅有時間。第一間房裡，一名母親緊抱孩子問工作人員在哪裡，我把救生繩交給他，說我帶你們出去。我們連續打開數間客房，將首批12人送上服務樓梯，由已趕來的員工接手引導。我正準備返回時，地下3層傳來沉重水聲，洪水撞上門板，整條走廊開始明顯震動。水位監測顯示為救房間只剩約20分鐘，我把安全繩扣緊，決定逆流去找排水泵和電力。12人已脫困，更多人仍被鎖在下面，我沒有資格在這時把救援停在一半。地下3層的水很快淹到腰部，我與陳致遠繫上安全繩，每走一步都要避開漂浮雜物和裸露設備。我查看備用發電機的油量表，只剩不到 5%， 幾乎空掉的油箱旁卻貼着180萬元採購標籤。我確認賬面燃料根本沒有進入機房，排水泵失去電力，走廊水位仍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上升。我看見陳致遠拆開控制箱，又發現自動切換模組被人拔走，即使補油也不能按正常程序啟動。我透過公開頻道要求調用宴會廚房的應急柴油，只供排水，
門鎖和緊急照明。高柏森冷冷拒絕，說頂樓晚宴時才價值數百萬元，不能因我的個人判斷全部報廢。我提醒他地下還有20多名住客，他卻命令我們原地等待消防，隨即切斷對講頻道。黑暗裡只剩住客敲門聲和水泵停擺的沉默。我第一次清楚感到，證據再完整也不能替人打開門。陳志遠建議先撤到高處，因為再晚幾分鐘，安全繩可能也無法拉我們回去。我看着房門上的入住標記，知道每一道紅點後面都有人，撤退等於把他們留給不會啟動的設備。我請他畫出手動接線可能，自己沿牆尋找被移走的燃料管與可用工具，不再等高柏森批准。水壓狀的門板顫動，手電筒光也開始不穩，我只能把所有電量留給定位和救援。我聽見上方對講忽然傳來值班經理的聲音，他問如果送柴油下來，能不能保證只供救命設備？我回答不能保證零風險，只能保證每一滴燃料都先用在人被鎖住的人身上，然後留在原地等待。幾分鐘後，我看見4名廚房員工提着應急柴油下樓，值班經理說時才可以再買，住客的時間不能重來。我們把有限燃料倒進油箱，只留排水泵、門鎖和緊急照明3條負載，不讓任何驗匯設備接入。我看見陳志遠拆開控制箱，用手動線路繞過被拔除的自動模組，第一次啟動只傳來短促震動，第二次仍然熄火。他重新固定接點，我守着水位和時間，沒有讓送油員工停在低處等待。我看着陳志遠第3次按下啟動，發電機終於穩定轟鳴，黑暗走廊依次亮起一排微弱緊急燈。我發現排水泵開始抽水，水位上升速度被壓住，失去回應的磁吸門也在同一時間釋放。我帶人按先前標記逐房開門，老人、兒童和低窪區住客先沿安全繩撤向服務樓梯。有人想回房拿行李，我直接攔住，告訴他現在唯一能帶走的是自己和身邊的人。最後一批住客上樓後，我沒有立刻離開，而是沿48間房逐一檢查門後、浴室和角落，確認全部清空時，撤離名冊上的人數停在71。我把最後一道房門標成無人遺留。我走在所有人最後面離開地下，身後排水泵仍在運轉，這次沒有任何住客被鎖在低架房裡。消防人員抵達後，柳薇搶到媒體前說自己全程協助疏散，剛被救出的母親立即指出真正破門的人是我。我看見高柏森趁現場混亂進入資訊室，濃煙很快從門縫冒出，他推倒伺服器並點燃附近紙本記錄。我沒有衝進火場搶硬碟，而是提醒消防調查人員，集團設備每10分鐘會同步到異地災害備援中心。那套制度是我2年前參與建立的，目的就是避免單一機房在事故中讓所有安全記錄同時消失。我看着消防人員依法調取異地資料，資訊室火焰還未完全撲滅，遠端終端已開始下載原始記錄。我調出的門禁記錄顯示，西側服務通道由高柏森主管權限鎖閉，時間正好早於颱風登陸。我確認控制模組拔除，燃料轉運和2枚備份金鑰申請也都出自同一組營運長權限。我看見最後一份附件打開時，柳正豪的親筆特別授權出現在螢幕，批准複製憑證與調整災害物資。高柏森還想說資料可能遭我修改，備援中心卻有不可複寫時間戳與多地同步校驗。我看見柳薇的救援說法被住客和錄影推翻，高柏森的縱火也無法燒掉真正重要的權限痕跡。我終於看見完整原始記錄，把假工程、冒名簽章和拒援命令連上高層，柳家再也不能把一切推給基層事務。消防單位的正式記錄確認，付款簽名使用的不是我被封存的原始金鑰，信託程序因此立即恢復。唐若琳通知我到銀行完成最後核驗，所有資料都由不同機構重新調取，避免只依賴柳家提供的版本。
我看着銀行先核對親子鑑定與奶奶遺囑，再比對金色手鏈中的12位驗證編號。我確認教育基金侵佔案、假受益文件和冒名憑證的調查資料也被納入受益資格風險審查。每一項時間與身份都吻合後，暫停標記終於消失。信託專員請我確認正式登記內容。蘭亭 21% 股份轉入我的受益名下，表決權同時生效，我成為集團最大單一股東。熒幕上的數字沒有讓我覺得勝利輕鬆，因為71名住客才剛從被掏空的設備裡逃出來。我看見柳正豪仍透過公關宣布事故屬於天災，要求董事相信管理層已盡到責任。我把股份文件、消防記錄和異地備份裝進同一紙文件袋，直接趕往臨時指揮室。父親看見登記結果後，要我等家族內部協商。我拒絕把公共安全再變成餐桌上的交易。我登入線上董事會系統，以最大股東身份要求立即召開會議，審查董事長與營運長責任。手鏈裡的編號終於變成法定表決權，而我準備用它阻止蘭亭把災難重新寫成一場無人負責的天災。警方把我撕成兩半的肇事自白封進證物袋，那張紙從未簽名，卻完整記錄了柳家逼我戴罪的企圖。我把自白、假受益確認書和2枚冒名金要申請記錄排在同一張長桌上。3件事時間不同，手法卻一致。先把我的名字放上文件，再要求我承擔別人的利益與後果。高柏森在公開頻道拒絕調用柴油的錄音也被納入調查，因為被犧牲的已不止我一個人。我將車載雲端、基金流水、風險報告與救援名冊按時間排列，不添加任何家族情緒。柳正豪試圖把肇事、信託和消防款切成3件個人事務，我則用授權與資金流證明他們共用同一套控制方式。董事摘要裡，我刪掉了父親2字，只留下柳正豪董事長，因為這場判定必須看職責而不是血緣。唐若琳確認每份文件都有來源、保管鏈和可核驗時間，沒有一項需要系統替我補出證據。我曾經想問父母為什麼只在需要犧牲時承認我，如今那個問題已不再影響任何程序。我把完整摘要送到董事和調查人員手中，撕裂自白也正式成為持續轉嫁責任的第一個節點。我不再等柳家解釋誰才是女兒，只等每個握有權力的人對文件上的選擇做出回答。我走進臨時指揮室時，看見柳正豪命公關只談台風，不准提空油箱、鎖門命令和被拔除的控制模組。他見我進門便要求保全帶走，說內部會議不接受正在被調查的人參與。我把信託銀行文件放上桌，提醒他我以最大單一股東身份出席，不再需要父親允許。我把獲救住客畫面、消防記錄、冒名金要和特別授權依次投上熒幕，所有董事都能直接查看原件。我看見柳正豪仍聲稱高柏森擅自行動，颱風才是主因，自己只批准正常的災害備援調整。我播放高柏森據原錄音，再對照父親批准燃料轉運的附件，讓所謂正常調整有了實際後果。我看見3名董事親自上線，2名委託代表完成身份驗證，會議人數達到臨時表決門檻。我提出第1項議案，立即暫停柳正豪董事長職務，避免他繼續控制公關、資產與系統權限。我提出的第2項議案，解除高柏森營運長職務，凍結主管卡與所有遠端登入，保全剩餘資料。系統畫面進入5分鐘倒數，柳正豪第一次沒有命令我離開，而是逐一打電話向董事施壓。我坐在他對面等待投票，這次決定誰能留在蘭亭的，不是家族飯桌，而是已公開的責任記錄。倒數結束後，我看見暫停柳正豪職務的議案先顯示通過，臨時指揮室裡所有公關指令隨即失效。我看見解除高柏森職務的票數也跨過門檻，資訊人員當場封鎖他的遠端賬號和災害系統權限。
我從桌上取下高博森的主管卡，交給消防調查人員，讓他不再能開門、刪資料或調動設備。高博森指責我奪權，調查人員卻異地備份空殼公司與燃料轉運記錄，要求他配合處置。我看見柳正豪仍想以董事長身份命令保全，工作人員只向他出示剛生效的停職決議。我得知警方重新串起車載雲端、代客泊車和充電站畫面，目擊者收款記錄也被正式調取。我看見柳威的肇事調查因此重啟，他先前提供的一致口供與直播說法都進入偽證審查。我收到通知，新威工作室的300萬元等值資產繼續保全，品牌方也陸續終止他的代言與公開合作。我確認檢方將柳正豪的特別授權、教育基金假文件和關聯資產轉移列入同一組調查資料。我看見幾名董事要求他立即交出印章、主機權限和資產處分文件，他終於離開一直佔據的主位。林雅蘭站在門邊喊我的名字，仍想用一家人阻止我，我只把正式決議交給他看。我沒有要求任何人向我低頭，也沒有私下交換處分，只把每份證據交給真正有權處理的機構。高博森被帶離時，我看見柳威工作室的保全通知同步送達，兩人再也不能靠蘭亭系統掩蓋選擇。我看着空出的董事長席位，清楚知道接手這家受創集團比把他們趕下來更難。但至少從這一刻起，每件事都回到真正做出選擇的人身上，沒有人能再把代價塞進我的名字。3個月後，我得知調查確認地下71名住客全數獲救，高博森因侵占、偽造、毀證與妨礙救援被依法處置。我看着柳正豪失去職位與資產處分權，柳威則面臨肇事、偽證和妨礙調查，所有代言與工作室合作陸續終止。林雅蘭提着點心來見我，人說只要我願意收手，一家人就能重新開始。我把2半肇事自白放到他面前，告訴他這張紙已是正式證物，我也不會再用沉默替誰換完整。我收到法院文件，法院返還300萬元教育基金，收益與相應賠償，假收益文件也被明確認定不具效力。信託股份完成全部登記，我的姓名第一次不是被放在罪責文件上，而是寫進公開股東與治理記錄。我任命陳志遠為集團安全總監，讓他直接向安全委員會報告，不再受單一營運廠壓下風險。我要求地下客房重新安裝機械逃生裝置，獨立排水和可核驗燃料標示，每一次測試都保留原始記錄。蘭亭重新開業時，我看見平價客房與高價套房參加同一套撤離演練，沒有任何人因房價被排到最後。唐若琳把最後一份返還文件交給我，系統列出清白、基金、股份與專業信用，隨後停止發出任務。眼前的冷光消失後，我仍能靠自己的程序、團隊與判斷工作，因為他從未替我走過任何一步。我將撕裂自白封回檔案櫃，轉身走進蘭亭大廳。從今以後，我的名字與人生都不需要柳家批准。